它全面性封锁只是一个开头，最后用选择性的封锁，把荷姆斯海峡变成伊朗跟这些大部分原则上保持中立的国家交换的一个工具跟筹码。每一个国家都想说，你开不开没有问题，对我开就可以了。所以呢，没错，伊朗就可以个别的、单独的一个个摆平，各个击破哈。每一个要钱是小事，还有很多政治的条件。那这个政治的条件会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孤立，而且美国会感到背刺。荷姆兹海峡呢已经被封锁了超过1个月了，但是现在你说它真的是密不通风吗？日本共同社最新的报道是呢，有一艘隶属商船三井的液化天然气这 LNG 船呢，成功穿越了由伊朗实质控制的荷姆兹海峡。那这艘船呢，先前因为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一度停留在波斯湾海域都没有动。那结果呢，这个读卖新闻也报道说他说这艘邮轮的全长是大约340公尺，最大载油量是达到31万公吨。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推估，它这个装载的数量呢，可以提供日本1天的需要。彭博也报道，阿曼有2艘超级邮轮，还有1艘 LNG 船，似乎也沿着阿曼海岸线进行这个行进中，然后呢，取到荷姆兹海峡南侧水道往东驶入荷姆兹海峡。这个路线明显偏离了最近大多数的船只所使用的北线，也就是穿越伊朗拉拉克岛跟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一天统计下来呢，大约就有400万桶的原油似乎也通过了荷姆兹海峡也创下美伊开战以来最大单日的流出量。当然，这个外电也报道，就是刚刚讲到说呢，包括刚刚讲说阿曼的船，还有就是一艘法属的这个货轮也通过。好，那现在呢，说要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怎么开放呢？也看到最近的外电讲说，法国跟南韩领袖见面，也说呢要一起来努力看怎么样能够为开放荷姆兹海峡尽一点心力现在荷姆兹海峡在被宣称说是被封锁的状况之下，可是看到刚刚像法属的，还有阿曼日本的游船接连通过，这些邮轮商船通过的逻辑从路线或者说其他一些因素来看的话，我们怎么看出当中的逻辑？大使。逻辑就是，其实荷姆斯海峡本来就是一个战略还有这个战术的工具嘛，就是美国跟伊朗战争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那所以他一开始他的做法的话，就不是全面性封锁，他全面性封锁只是一个开头，最后用选择性的封锁把荷姆斯海峡变成伊朗跟这些大部分原则上保持中立吧的国家的一个怎么样交换的一个工具跟筹码，这种角力。对，所以就是说，伊朗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是不孤立的，基本上是不孤立，甚至连对于这个美国这么倚重的日本都说，当着美国的面说，如果战争停止的话，我们会派几艘扫雷艇，对，去扫雷。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日本92%的能源是从荷姆斯海峡那边运出来的，所以荷姆斯海峡是掐住日本的经济的脖子。那他如果能够把这个荷姆斯对他打通就够了，能不能对全世界打通不重要。即便如此，日本也不是一面倒的倒向美国。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想说，你开不开没有问题，对我开就可以了。所以呢，没错，伊朗就可以个别的、单独的一个个摆平，各个击破每一个要钱是小事，还有很多政治的条件。那这个政治的条件会让美国感到非常的孤立，而且美国会感到背刺。其实这个盟友也不支持我，不给我基地。然后呢，这个什么也不支持，那也不支持。川普不就是天天在骂街吗？我看可能都是荷姆兹海峡效应。那这些国家去跟伊朗做暗盘交易的时候，他不会让人家知道对不对？都是暗盘的，每个国家都去找伊朗，所以伊朗光这个海峡，基本上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各方面真的可能发了一笔小财大使刚刚一句话就点到重点就是各个国家自己都会站在自身利益去考量所以这当然伊朗也非常清楚这跟每个国家谈。跟我合作的那就放心。好，那当然是这样，没有那么喜欢川普，日本一定会投靠美国了。表面上吧，高市长他爱人太多了。
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现在你说通过，当然是有条件的通过，除了付费以外，刚刚就是大使讲的政治上的一些考量哈，政治上的一些角力。彭博也报道说呢，伊朗的副外长这个加里巴巴迪呢，在接受俄罗斯通讯社 Sputnik 的采访时，他说呢，伊朗将会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设定通行费用。那另外一个通讯社这个就是 IRNA 呢，他们另外报道说呢，加里巴巴迪表示，协议不构成限制，而是为了航行顺利，并且确保安全，而且为了经过航道的船舶要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呢才收费啦。好，那其他域外国家呢也有动作像法新社就报道说，英国的外交大臣在声明当中表示，伊朗试图在荷姆兹海峡挟持全球的经济，不能够让他们得逞。所以呢，在英国主导下，也邀请了大约有40个国家开会讨论荷姆兹海峡危机。与会国家都一致要求立即而且无条件的重新开放这条关键航道，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好，因为实质控制权现在还是在伊朗的手上。好，那川普也说呢，这几天听到他的那个国会演说，他说其实呢，美国是油非常的多的，美国根本不担心没有油哈。那缺油的人呢，国家你就自己要么就是跟美国买第一个，要么呢就是自己去抢啊，不然是你们自己要去想办法弄这个荷姆兹海峡让他们开放。但是各国真的有办法透过外交力量去影响伊朗开放荷姆兹海峡的通行吗？谢正老师，难吗？这次美国跟以色列这个对伊朗实施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战争，基本上又让联合国再弱化一点，更被瞧不起啊。另外，这个所谓的海峡护航不管怎么呼吁这个哥们都没来那个缺油的人也没来。所以，对于军事同盟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出来，包括北约说我是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对，不是攻击性的。当然的话，大家都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发觉外交没有当武装这个冲突开启以后，除非各方都已经打到精疲力竭，或者是弹药不足，或者是国内生变。等等其他因素，不然的话，光靠外交斡旋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站在伊朗的角度来讲，他所有的政军高层被消灭以后，他就展开了所谓的复仇计划。那复仇计划，我个人是认为不讲武德啦，就是说，因为我有生存危机，所以我什么都打。这中间包括扼控这个荷姆兹海峡，让你们都没有能源、没有油，呼吁没有办法。对，我也不觉得英国现在有这个实力。那王毅也打了电话了，而且是应欧洲国家的约打电话，所以我想，那个再加上美国总统还是有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可能有一些国家现在做集结，他们也知道必须要发声。没错，因为他们已经受影响。不论是做给自己国内的选民看，还是真的想推动什么，总是集结一股力量，那个作为一个基础。对，另外可能就是期待北京可不可以帮一点忙。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们现在不是也陷入到一个生存危机嘛？所以刚刚讲说不讲武德但是无奈中的不得已啊。对。那奎博老师又怎么看呢？现在荷姆兹海峡要通行这件事情，当然刚刚大使也提到了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谈判工具。这个荷姆兹海峡对伊朗来讲，真的是战略还有生存的命脉之一所以他从过去其实他就坚持说，他对于沿岸经过的船只，他都有监控甚至是主角的这种权利。那你说这权利哪里来的？伊朗说，因为我没有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应该讲说他签了，但是没有批准，应该这样讲，我修正一下，他没有批准，所以海洋法公约对他没有用。我们讲的这种过境通行权，就是我船只经过这沿岸我只要不骚扰沿岸国家就好了。伊朗说没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同意这个海洋法公约的说法。我要做的就是根据我的安全还有生存的威胁，我必须要对沿岸的这些经过船只，我想检查的时候就检查，对，想拒绝的时候就拒绝。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伊朗的副外长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收费，是因为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什么服务呢？难道是护航吗？没有啦，就服务就是我不打你了，我不抓你不打你，这就是我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伊朗的解释。
那另外就是说，伊朗他在这一方面，他很清楚的了解到美国不太敢直接的介入啊，因为整个荷姆兹海峡它的战略的地形，除非美国把这个西边出口这几个小岛占了，不然的话，其实伊朗可以继续的肆无忌惮的控制海峡的通行。那美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刚才主持人讲了，川普已经说了，你不跟我美国买油的话，你想从海峡走，因为1/5的石油从这个海峡过去嘛，全世界1/5。那你想从海峡走，你自己去跟伊朗处理。那也有人说，伊朗这个主张明显的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你美国不是有一个叫做航行自由行动，我们叫 FONUP，FON 通常我们叫 FON。但也就是说，美国去挑战各国对于过分伸张海洋权利的国家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军舰会从他们伸张的国家这个地区过去。好，那这美国敢不敢这样做呢？美国甚至对日本、对我们台湾、对中国大陆、越南等等都做很多事情。那会不会对伊朗做呢？目前看起来好像美国没有这样的想法。对，所以现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能不能够开放通行啊？当然，这个取决于说各国的态度。可是川普也讲了，这个是跟美国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美国不需要油嘛。现在受影响的是你们这些国家哈。所以当然，他一方面也在上个月呢，就要求说 NATO 哈，就是北约要派出海军啊，协助美国现在重启荷姆兹海峡的顺利航运。但是呢，就遭到了这些欧洲盟友的拒绝哈，因为理由是什么呢？是不可能在冲突进行时去介入。那《金融时报》也爆料呢，说部分国家更是直接说，是当前的中东战争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不是我们的战争啊 ，It's not my war。那川普因此也威胁就说，那你们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要停止像 PURL 来供应武器。这个 PURL 其实就是呢，负责供应武器，就是美国负责供应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好，这个有个主被动因为现在川普想援引这个北约共同防御条约的话就是希望北约能够来入局协助这个开放荷姆兹海峡。可是如果这北约你是北约，你是 NATO、RAS， 你今天是北约，其实在打之前没有先通知你，可是现在打完以后，然后造成了荷姆兹海峡被宣布封锁，现在又要你来北约来派军来协助这个护航，你会做吗？一定要做，要配合美国了，不是吗？因为你是美国，这些国家有别的选择吗？不管是北约国家、印太地区、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波斯湾国家，甚至中南美洲，最近几次选举是投右派政党候选人上来。那不管怎么样，讨厌川普也是可以的，但是早晚还是会配合。但是北约没有动作。因为川普还剩下34个月任期时间，所以这些国家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要配合美国，不能对抗美国，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不一定会派军舰来帮忙，但是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提供帮助给美国，或者让川普满足，或者避免川普有对他们有什么，不管是贸易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反感的动作。我真的认为多数的算是美国的老朋友，最后还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进到了第3个礼拜了。3个礼拜马上过去，即将要进入第4周啊！到现在什么时候会收尾？目前的关键点在于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在谁的手上？伊朗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冲击到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啊，包括经济也受影响。而现在呢，又传出了也门的胡塞组织要进一步，他们要跟进。他们说呢，要加码跟进，因为根据俄新社的报道，胡塞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表示呢，为了要支持伊朗，他们也准备跟进封锁另外一个海峡，叫曼德海峡。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地图哈。好，那这边有个图板，让大家快速来了解相关的地理位置。我们看到的就是呢，现在在讲的是这个关键，大家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荷姆兹海峡在这边，而我们目前讲的这个曼德海峡呢，就是在荷姆兹海峡的东南方左右，这是阿拉伯的整个半岛。这个曼德海峡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红海通往阿拉伯海，那在过去呢，就是我们所在的亚洲了。所以现在也门的胡塞组织说，他们呢在荷姆兹海峡之后，现在也要进一步的
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呢，它是连接了欧亚非这3大洲的水上走廊，占着世界这个海上石油贸易量啊，总共看了一下数字是6%。2025年上半年，每天大约有420万桶的石油是通过这个曼德海峡。那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呢，一直是透过输油管，把几百万桶的石油从波斯湾输送到红海，然后改由在红海的盐布港来装载原油。当然，我们也知道，最近盐布港呢受到了攻击啊，一度宣布是暂停装油，后来又恢复。好，那如果胡塞组织现在又宣布，要来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不过，因为曼德海峡它跟荷姆兹海峡，虽然说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最短的这个距离哈，就是海峡大概就是32.2公里，但是封锁真的这么容易吗？先请萧金哥。我想啊，首先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其实这个胡塞啊这个组织啊，现在来凑这个热闹。我实际上是这个就是说班门弄斧啊，在骆老师面前，这个有点趁乱入室啊，趁火打劫的味道。但是问题是，蹭一波是吧？对啊，但是问题是蹭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搞错了。您看一下您那个地图哦，来，那个盐部啊，是距离曼德海峡要往上北，大概已经有2/3的地方，那个位置是盐部，大概距离它1100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那个是横跨整个沙烏地的这个中间出来，所以对。代表就是您刚才落笔那一点，这个地方没有上面在对，那个是盐部，所以呢，那个是整个这样跨过它的腰部，那边的油都是经过苏伊士运河往北走，所以呢这边风啊是根本没有，以往是因为绕经啊这边啊波斯湾出来，然后绕经阿曼、也门，然后这样你在这个风才有用。那另外一个替代的输油管是从UAE，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直到阿曼的。就是靠近对，靠近阿拉伯湾这边啊，是吧？这边那个边呢是往亚洲，所以你这个曼德基本上来讲，在这段时间啊，这个大游轮呢走的反而不多，但是呢，宣布是有心理的震撼。那比较这2个这个海域，你可以看得到。曼德海峡啊是有替代航道，最多绕远一点嘛，绕非洲也绕也就绕过去。但是目前呢，基本上它是用替代的油管跟气管，然后到那边到烟部那边接了，然后往这个输往欧洲。对，所以呢，它在这个地方根本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它封锁的目的。那就这2个海峡而言，这个这个荷姆斯海峡是这个阿曼跟这个伊朗两边呢来，但是呢，在曼德海峡是这个厄立垂亚，还有这个吉布地，还有也门这3方。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也门这个地方是有比较足够做的这个军力，对，然后这个胡塞，然后在这边形成干扰。但是紧邻的那边啊，这个吉布地啊，是各国都在那边，对，都在那边租借这个就是租借军事基地。那事实上上次呢，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判定说他这个做的封锁并不是那么成功。我觉得我们要纠正那个观念。这个所谓成不成功，不是说把它封得死死的就叫成功，滴水不漏那种感觉。对，不是，你只要能够改变了它整个航运的生态。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论这个物资的供应链或者制造业的供应链，以及资本链呢，就是说资本市场啊，那个波动的它这个整个资金链，你假如说整个产生了会有一个链波效应，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你不能讲说它没有完全成功，只要造成心理上的影响都算是。到今天为止这个航运界现在那个就是保险费还没有降下来，而且航运整个之中到现在那个就是这个丹麦的这个 Maersk Line 还这个航线都还没有恢复。马士基对，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不能说是因为还是有这个穿越漏网之鱼你就认为它不成功，就跟很多人现在就在讲说这次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还是有这个冒险穿越还是有这个偷溜过去了。当然这个百密自有一疏，但是整个航运界的生态以及这个整个航运市场、资本市场，那都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胡塞组织我们讲蹭这一波。
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当然存在感，表示支持，不，存在感是重要的。OK， 因为你存在感就代表了发言权，就代表了政治的影响力。否则在这个时间，为什么要趁乱入室去捞一把蹭一下，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心想的预期。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只要任何军事的行动造成整个世界就是这种联动的效应，它基本上就是成功的，没错，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说100%的如何，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只要市场受到了这个心理的一些影响，产生了波动，甚至是这个波动可能是延续的，而且是短期波动，也许还好，但如果是造成未来就是大家不确定的这个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啊。那当然，这个除了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外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伊朗对卡达的攻击也导致了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这个地方叫做拉斯拉凡工业城，在4号跟6号的这个生产线都受到严重的损坏。这2条生产线呢，合计年产的量是达到1280万吨占卡达年度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17%，而维修工作呢将需要长达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么卡达能源公司呢预计将会损失大约200亿美元的收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呢也再度警告，他们要对全球各地他说在观光景点要发动攻击。他就举例像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只要是伊朗的敌人，就将不再安全。而面对现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目前以色列会遵照这个川普的要求不再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看到美以双方打击的力道，他们虽然说现在打得顺风顺水的，伊朗也没有还击的能力但是战略上包括力道上的考量，还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以能源供应的不影响能源供应为主那这会不会是继续打下去美以的软肋呢？老师？对，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中东战争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就看卡达啦，或者像什么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我们看的基本上是战争会不会扩大那么或者我们讲外溢。那我们常说战争扩大呢，其实有2个概念，一个是水平的，一个是垂直的垂直的扩大呢，那就是武力攻击的这种程度你越打，比如原来小的什么燃烧弹后来变成火箭啦、飞弹啦，这种是垂直的这个扩大。横的扩大呢，就是看地区地区你是从这个中东呢，或者扩大到世界别的地方，不断扩大。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当然你美国、以色列打伊朗，或伊朗就算扩大到波斯湾，这是一个扩大，对不对？然后事实上现在西线的战场已经开了，比如说以色列和打黎巴嫩以色列打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呢，所以事实上叙利亚也怕说会不会外溢到叙利亚那叙利亚也担心，那么所以叙利亚也跟这个伊拉克的政府也讲你小心你内部的那些亲伊朗的民兵，你不要打到我是叙利亚这边来，或者黎巴嫩的这个外溢到叙利亚，这是西部的战线。南部的战线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胡塞胡塞或者到底它也许不管是曼德海峡，它是红海给你造成一个困扰，你的这个 cargo 货运过不去，那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了所以你看它有东线，它有西线，它南线。那现在又讲说，那我跟你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公园、休闲、观光胜地，那就扩大，到处遍地。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伊朗它其实也在很仔细的在估算。那你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说我们常讲说，如果说今天扩大，有没有一个点，你做到什么红线或什么东西引爆以后，美国地面部队就来了美国这边有一些中东问题分析专家呢，因为传统上我们都认为，美国如果地面部队进到伊朗，你会陷到泥淖之中。但是另外一批中东问题专家说不是。他说，伊朗事实上，你地面部队进来，对伊朗来讲，那是个梦魇，因为他这个地面的部队很多其实很糟糕，没有办法阻挡美国的入侵不管你怎么说，但是美国会不会派地面部队进来，要看你这个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不管是垂直的或水平的，大家都在算哪一个点我可以容忍到什么地步，或哪一个点忽然引爆的后果不可收拾。对所以我说的话是吓你，或者我要造成全世界造成震撼。那么最好攻击一些人，让别的国家给美国一些压力，给以色列一些压力美国国内也讲说不要再打了吧，这可以停了吧先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川普会觉得很大压力嘛，你这一打下来会不会陷到泥淖之中？然后他的 MAGA 的这个阵营已经开始逐渐分裂了那川普在想，那这样再打下去，我期中选举还要不要选？所以它造成的整个影响，先看打不打不重要，重要是我先讲完以后再看下一步
啊，所以变得我们分析这个美以一的战争呢，必须随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去调整它各种的可能性。对，所以其实看到荷姆斯海峡现在其实这个心理效应已经产生了，就是虽然说我们讲这个这么宽，然后你真的要完全的封锁，像刚刚靖哥讲到是不可能封到这个滴水不漏，但起码在这边的商船已经卡在那边很久了，然后呢，你说敢动吗？动的话，几艘被打击到了，那保险公司也觉得太不划算了，这个船运公司也觉得太危险了，好，所以风险就来了。所以经济上的效应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影响了哈。伊朗的这个持续攻击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只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受到影响。像是美国这边呢，我们看到美股主要的指数在3月20号开盘走低啊，这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6.64点 ，NASDAQ 呢下跌123.47点，标普500是下跌17.22点。中方这边呢，路透社也分析说，伊朗的冲突抑制了全球的消费力道，因为通膨可能会造成涨价、消费缩手，所以呢，造成中国大陆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冲击。那这又会进一步呢加剧中国大陆呢国内需求的疲软，而且很多企业啊，这个无利可图，就会减少投资，影响工资的发放，所以消费增速也会进一步的放缓。也有经济预测模型就指出，油价上涨25%将会使得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呢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济冲击的这个角度来评估的话，陆老师觉得现在预警，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刘老师也特别提到，那个点一直在调整啊，那个临界点到底要抓在哪个时间点以前？这也是川普现在必须要在做决策之前好好的盘算的。的确，这个点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但是中国跟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它受到，因为伊朗90%以上的油是出口到中国，所以中国在油方面它的压力就相对比较高。虽然中国在今年它已经进口的比去年同期啊又增长了大概15%，所以它已经也大量在储备它的油，目前是有库存，但是还是会影响，因为它的成本还是会提升。尤其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这跟美国以进口为导向的国家两个是不一样。是，所以在中国来讲，它的成本势必提高，那对它目前经济疲软的现象是有相当的冲击。那美国呢？我们从3月18号鲍尔在 Fed 主持的那个记者会看得出来，他对美国冲击影响大不大？那鲍尔说，因为战争情况不明，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膨，所以我们目前也不降息。但是升息我可能会视为一个选项，立场很鹰派。他最主要论点，而且记者一直问他，那到底会不会影响？他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说了7次 I don't know。所以美国也在观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因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4.4%，还在他能接受范围。那它 GDP 第4季是1.4% 的成长，然后通膨呢是2.4%，都是目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持续进行的话，那就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说这个短期的通膨现象好像目前开始只有在油价反映出来，在其他的还没有扩张到其他领域。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风险的资产目前并没有增速，像黄金最近在跌这个咖啡在跌，可可在跌瘦肉、猪肉也在跌，所以这些在跌的现象正好抵消了可能产生的通膨的这个压力。所以目前美国也是在观察，到底这个战争持续下去会不会对美国的通膨会比较大影响？所以这个点就是双方都在观察。但是对实体经济来讲，中国应该是受伤比美国重一点，因为美国它是产油国家，它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而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油国。所以在这里一相比，所以美国的这个它的负面效应会可能被它赚钱的抵消掉了。是，那您评估啊，就是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分析看法是认为说，4月底以前这个事情必须要结束，就是再1个月啊。但是已经眼看就马上到3月底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完全取决于川普的这个决定，而川普他的决定受制于2个原因。一个就是他能不能掌控荷姆兹海峡，这是他我相信他第二，他能不能想要把他这个伊朗的核设施能够很精准的找到。对，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占领，让荷姆兹海峡通航的话，那这个战争应该就结束了。美伊双方的谈判我们看到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这个谈判，那伊朗也保留了，也释出了一个善意，就是呢，
等于算是2015年呢核协议以来的最大的让步，就是同意不再囤积浓缩铀哈。当然，这已经是伊朗可以释出的筹码了。不过还是你不可能完全放弃哈。那如果放弃的话，你就等于手上，就像刚刚马老师讲的，你没有任何的筹码了。好，现在回到刚刚大使所研判，接下来以色列一旦被攻击，如果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美军会介入啊？美方的思维会是如何啊？我想继续请教孝瑋兄啊，就是说在打法上，因为向来美国就是速战速决。好，那你也可以看到，先前他们对伊朗也是啊，拍动这个轰炸机，直接针对重点的核设施呢，就直接进行打击了。但是接下来配合以色列，即便说美军的这个军力是大概无人能敌，可是呢，中东的这个美国的盟友也已经表态了，他们没有办法开放这个美军基地，因为他们很怕被波及啊。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可能要长距离的去发动它的攻击啊。这个部分他们打法，你觉得怎么看？当然，就是说我刚刚讲，就是说美国这次跟之前打第2次波湾战争等等很不一样，是首先它现在当然首先能够集中到的航空母舰数量是1+1嘛。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福特号它是在东地中海，东地中海它能够做这种所谓的越境飞行的这种任务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个福特号在那个边的那个位置上，基本上是协助那个美国协助以色列进行防空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在这个同时呢，不要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在这个时候除了伊朗之外会对那个以色列浑水摸鱼。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看到他现在跟北边的叙利亚关系有相当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认，叙利亚境内还是有一些这个那个伊斯兰的这个激进组织那个蠢蠢欲动。那至于你就是说对于这个以色列在直接作战上协助的话，那以色列它其实从上一次就是去年到今年来说，它展现了它这个越境打击的这个能力它这个越境打击当然也的确让以色列它原本这样一个空军能够从以色列本土经过长距离飞行，因为过去它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战史里面最大的这个距离的这样一个袭击任务那个战术空军袭击任务是袭击了在那个伊拉克境内的这个未完工的核子反应器。那但这次它显然它的战机已经能够成功的进到伊朗境内，而且用长距离来回的方式。但这个时候其实恰好也是美军现在所缺乏的，因为美军第一，如果美军的战机直接跑去从以色列的空军基地然后起飞，然后去炸了这个伊朗，然后再回到以色列空军基地，其实会让事情更加复杂化。对，那甚至你说在北阿拉伯海的这个航空母舰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战术战机可以从上面起飞进行打击。那另外，其实美国它毕竟还是有全球打击能力的这样一个部分，而且它全球打击能力相当强，它可以从包含南边Diego Garcia等等派遣它的轰炸机进行这种所谓的川流式的轰炸，就是从这个迪戈贾西亚起飞，然后去炸了伊朗之后，然后飞机可能飞往欧洲的这个空军基地，然后在欧洲的空军基地起飞，然后同样的对伊朗进行攻击。但是整体来讲，这种攻击的这个力度跟时效性跟范围相对来说就不会像以色列那样一个时时刻刻的这样一个打击性的那么强。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轰炸机虽然疑似它的载弹量很大，但是现在的轰炸机已经不像过去采用这种地毯式毁灭性轰炸，而是携带精准导引武器做这个精准导引攻击担任这种所谓的这个精准导引炸弹卡车的这样一个任务。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任务的这个频密度也会因为它携带这个精准导引武器，然后第一价格昂贵，第二它所携带每一架单机所能够携带数量是有其限度的，因此它并没有办法像以色列可能经常性的这样发动长时间攻击。那我个人认为，大概最大可能性也就是还是要在当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任务产生了重大效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美国在比较象征性的去进行一个比较深度性的一个攻击，例如像以色列战术战机可以攻击这个核设施附近的这个周边，但是真正核设施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可能在深入地下部分还是要美军的轰炸机，然后透过这种钻地炸弹或是重磅的这种这个那个 Buster 这种所谓的这个碉堡克星这一类的这种炸弹呢，从轰炸机上投下来之后，然后进行这个毁灭性的这样的攻击，才是比较可能未来将来这个战争进行的方式。你要说美军的战机大量的以战术战机攻进这个伊朗，然后去寻找目标攻打击，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觉得目前看起来可能不高啦。对，因为他现在必须要管控，就是说不让这个战火蔓延到旁边这些，尤其是美国的中东盟友们所以现在问题来就在于关键决定就在川普如何去指挥调度美军应该有的军事行动。好，那现在呢，川普在这两天其实也听到他对于伊朗的议题这个局势呢，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就被媒体问到的时候，他说真的可能不得不动武。
话才刚讲没多久哈，今天就看到了这个伊朗的德黑兰，就伊朗被攻击了，但是是由以色列先出手。好，那这个谈判呢，我们也知道这几天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在日内瓦的这个谈判第3轮的间接会谈，其实谈的虽然没有具体成果，但是有一个让人觉得至少还有谈下去的一个希望，就是反正这次谈不拢，就再改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来谈。那当然，调停人的阿曼外长他也透露说，就是刚刚提到的，伊朗其实有做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让步也就是同意不再囤积浓缩铀。不过回到川普本人，他也表达了，他说他还是不满意因为呢，他也是保留着态度他说伊朗长期从事恶意行为，那他即将要针对处置伊朗做出重大的决定。结果马上就听到了伊朗被攻击，但不是美国出手，而是以色列。不过现在刚刚提到了管控，就不让这个战火蔓延。会像先前的，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打个几天，然后结束，还是有可能这个会因为这样子蔓延到其他中东盟友最害怕的，就是他们被波及。现在美军基地虽然不使用了，大使，可是就算从长程攻击，那伊朗他如果认为就是美方在后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美以双方一定是讨论好了顺序该如何。然后他对于美方采取的报复行动，只要造成美方的伤损，就算他被打得很惨，他至少也能够换得一些代价。怎么看？现在球是在这个伊朗这边看伊朗要用什么程度来回击了。因为上一次的话是去年12月的时候，当时以色列跟美国攻击这个伊朗的时候，没有打德黑兰，他打的是在这个德黑兰以外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研发基地，对，他用的是钻地弹嘛。那所以这一次，如果说它是一种斩首式攻击的话，那就要看现在伊朗他有什么方式回应。我觉得他回应以色列的方式可能会比较直接那就是说他可能不是说打一个在以色列南部一个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一个空军基地，然后就说我已经打了证明他的这个铁穹是无效的，那造成多少伤亡大家都怎么秘而不宣，那好像就是说交代过去了，这样子伊朗也就可以往后交代。其实这也是伊朗现在招致到第2次攻击的，他自己当时埋下的伏笔，因为他的回击是很软弱的。那这一次应该不一样了。这一次就看他怎么回击了这个是我觉得会影响这一场冲突，军事冲突它的程度达到什么程度，它的规模会多大的？规模会多大？那目标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使用的炸弹的爆炸力有多大？还有就会变成这场战争会打多久的蛮重要的目前的一个关键。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如果美国下一波加入的话，对这个伊朗同样是重要的这个政经设施进行攻击的话，那伊朗怎么对美国还手？因为伊朗现在是1打2，对美国的话，它事实上打不到美国本土，它只有3个目标可以打。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美国的航母跟航舰。美国现在这个有30-40艘航母跟航舰。在这个一个就是阿曼湾靠近波斯湾，一个是在地中海，也正在往这个靠东这个地中海方面移动。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战机，你以色列这个伊朗它有很好的防空系统，那是不是要针对美国的战机进行攻击？第3个就是邻近的美军基地，比如说像这个在卡达的乌代德、阿曼的这个杜汉。这些都是他攻击的，所以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倒是伊朗的回应方式会决定这个未来的战争的这个它的深度跟广度，跟它的时间都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对，包括了你看这次美军大军压境超过16艘的舰艇。2艘航母，那其他相关的舰艇，还有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军机包括战机，那还有就是空军基地在约旦这个穆尔法克萨尔，那这个地方的空军基地呢，停放了超过有60架的飞机。不过现在看到伊朗方面其实也都在之前就是
在谈判的同时，也都在预做一些准备哈。伊朗像在这个礼拜呢，紧急就传出了跟中国大陆购买了鹰击12飞弹的外销版这个射程可以到290公里的 CM302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那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呢，美联社也报道说，卫星的影像显示，这原本驻扎在巴林第5舰队总部所有的美军海军舰艇呢，都先开到了公海。刚才马老师也特别点到了这一点啊。那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伊朗一定是打不过美国的，可是至少他有准备了对美国可以造成伤损的对应方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观察？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底会持续多久，或者会不会扩大？我觉得要看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会不会出手支持哦。那其实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大概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但是目前看起来，因为俄罗斯自己在这个乌俄战场上面应该也蛮焦灼，所以我觉得俄罗斯要在这一波里面挺身而出，这个力道恐怕不是太大哦。那中国方面的话，中国其实根本就不想淌这个浑水嘛。以这个中国大陆现在主要的这个外交立场，都是这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哦。最好是你们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所以域外大国要介入伊朗这一次的，就是以伊战争的这个力度看起来并不会太大。那周边的国家包含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伊拉克，基本上他们在先前就已经表态不太介入了，不管是协助美军方面，还是要协助伊朗，其实他们就保持中立的态度。所以如果以这些国家目前的这个局势看起来，他们要介入这一次的战争的力度恐怕不会太大，所以这个战争要打得很久很长，我觉得也许看起来比较不这么容易，因为伊朗它的这个其实它还是有相当的限度。如果它的石油被制裁的话，其实它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这个经济力量可以支撑它的军事。但是它要报复美国，我认为在短期内，在这个波斯湾里面，美军要进去其实是有点疑虑的，因为现在的不对称作战，就是无人机跟这种导弹。他要去攻击美军的军舰，其实非常容易，所以进到波斯湾里面，它反而变成一个美军的这个海军的坟场。所以我认为美军可能目前它主要的这个战略位置应该还在阿拉伯海这边，而它的打击范围打击得到伊朗。但反过来说，不管中国提供的这个地对海的这个飞弹有没有到 CM302，有没有到货，不重要，因为刚才这个射程就300公里，美军基本上撤出300公里以外，它是安全的。但是美军的作战半径其实大于300，所以它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有利于它行使它的战略威慑，然后它可以停在那边。那我觉得伊朗这个会不会持续打上去，我可能会觉得稍微保留一点，还是有谈判的空间。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不管你是站在以色列或者是在美国的角度，你都希望这一场战争的时间能够越短越好哈。所以夏伟兄，我简单就请教您啊，简单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就是说，现在以色列跟伊朗，包括未来有可能美国的加入之后，它的规模跟这个会打多久啊？变数会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其实时间应该还是不会太长，因为对于那个应该，我个人觉得来看哈，还是要看伊朗自己本身对于自己本身的自信心有多高。也就是说，因为他其实现在完全就像如前面2位所说，他现在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国际孤立的这样的状态。在国际孤立的状态下，他没有太多的资本可以跟美国或者说以色列能够进行长期抗战。他要反击是一定会的，但是反击的几波，其实我们看到这2-3年哦，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军事冲突，往往就是以色列攻击了1波，攻击了2波，然后伊朗回击了1-2波之后，好就在大家这个调处之下就结束。甚至你说像去年美国还出来公然这个踹了2脚之后，对不对？好，最后也还是要停火。所以也就是说，未来这个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我觉得它不会会是一个能够达到一个永久和平的这个状态。但是呢，你说这次会真的撑到很久，或者说要能够到让那个伊朗的这个神治那个就是那个政权能够垮台，我觉得大概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从之前虽然说我们看到那个伊朗境内的确有这个所谓的反政府示威，但它的反政府示威也在政府的这个压制下很快就平息下来，也就是政府的控制力，我个人觉得问题应该是就是说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密的。所以那你说在伊朗还能够有效的掌握住他的这个政权，然后以及掌握住他的人民之下，那这个时候他对伊朗发动了有限度的反击之后，而且以色列在这时候攻击，其实会促成伊朗境内团结一致嘛，对。那但一旦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双方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说是互许其利，也就是说伊朗
靠着以色列，然后能够达到内部的维稳。同样的，以色列跟美国也能够透过攻击伊朗，达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宣泄。那他们之前不管是放话也好呢，压力宣泄，然后双方很快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之后，然后等于我的意思就是当以色列攻击伊朗反击，或者是美国在下踹个两脚大家那个都很 happy 之后呢，那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就会暂时停止。那当然，你说如果双方之中三方中有任何一方要提高冲突的这样一个门槛跟这个影响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那一段。对。